丈夫为了追求刺激，光天化日就要在小作坊里复工复产。就在两人深入交流的时候，却被一个男人打断了好事。萎靡不振的丈夫瞬间火大，想要给对方点颜色瞧瞧，哪知对方是个要钱不要命的狠角色，一把就将丈夫死死顶住的大门推开，上去对着丈夫就是一个大逼斗，然后对着他的肚子就是狠狠一下。趁丈夫毫无还手之力，小帅就打算操作车床，卸掉他一只胳膊用来还债。因为债主每次往外借钱的时候，都会给借款人买一份意外保险，因此一旦借款人出现意外，债主马上就能拿到高额的保险赔偿金。眼看丈夫危在旦夕，情急之下，妻子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她强行将丈夫救下，推出门外。趁丈夫还没反应过来，赶忙拉上卷帘门，脱的只剩下的内衣，准备色诱小帅肉偿抵债。妻子本以为只要是个男人，就无法拒绝这样的请求，殊不知小帅刚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不守妇道的女人。他拿着眼罩狠狠地抽在女人身上，一番宣泄后，他便拉开卷帘门，一把将眼罩扔在丈夫面前。随后妻子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地跑出门。看到这一幕，丈夫哪里能忍？然而丈夫终用不过3秒，就再次被小帅按在了车床上。小帅丝毫不会心软，给丈夫嘴里塞了只手套，便立刻启动了开关。就这样，一条活生生的胳膊被绞了下来，再次顺利完成一单。小帅开心地买只鸡回家庆祝，谁知道半路不小心滑倒，刚买的鸡也趁机迅速溜走。他刚起身调整好，打算再次去抓，谁知又摔了个人仰马翻。等他狼狈起身，就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帮他抓住了鸡，而本该礼貌说声谢谢的小帅，却只是一脸冷漠地接过鸡，转身离去。小帅每天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飞刀钉向墙上没有脸的画像，因为他没见过妈妈的样子，所以只能以此发泄自己的怨恨。他刚将鸡处理好炖上，就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再次看到中年妇女王姐，他根本不想理会，直接关门，哪知对方用手死死卡住门锁。小帅本以为他吃痛后就会知难而退，没想到柔柔弱弱的王姐也是个狠人，无论小帅怎么拽门，他就是不肯松手。就连心狠手辣的小帅也不禁疑惑起来，王姐是要干什么？结果他二话不说闯进屋子就干起了家务，顿时让懵逼的小帅更加懵逼，任凭小帅说什么问什么，王姐充耳不闻，只自顾自的干活。忍无可忍的小帅直接将人强行赶了出去。谁知道等他再次出门倒垃圾的时候，就发现王姐根本没走。王姐拿出匕首，一步步靠近小帅，自知因为要账得罪了很多人，小帅只以为王姐是来找自己报仇的，于是撩起衣服，表示让他刺上一刀就算2清。谁知王姐并未动手，而是将刀还给了他。小帅十分不解，却也什么都没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好，王姐越是这样，他越是不安。他坚信对方一定别有用心。心绪不宁的小帅朝窗外看去，果然发现王姐正在楼下盯着自己。等第二天他再次出门要账，就看到王姐在他门口守了一夜。小帅装作没看到，径直离开，可王姐却好像阴魂不散，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对方不说，他也不会主动去问，可这次王姐却叫住了他。미안해널버려서이발뭐라그랬어지금용서해줘이제찾아왔어좆가는소리하지마为了让小帅幸福，王姐直接跪在了小帅面前。무슨개수작이야미친년아니야 강도 이발 내 이름 부르지 말라고 강도야 씨발년아 내 이름 부르지마 나 아무도 없어 小帅不想多做纠缠，转身就离开了。哪知王姐依旧锲而不舍地跟了上去。小帅来到一家五金店，欠债人老刘老实地将挣到的钱全部交了出去，但小帅却表示这远远不够。看到对方的老母亲在里面，他一把就将老刘拽了出来，当着老母亲的面狠狠抽着男人。他的目的就是让老母亲拿出积蓄。意识到对方真的没有钱，他便将老刘带到一处烂尾楼，看着小帅在测量高度。老刘知道这是要将自己的腿摔断，从而拿到保险金。可这样的话，他就成了母亲的负担。他想直接从高处跳下去摔死，但死亡保险手续非常麻烦，小帅才不会那么蠢的如他所愿。不等老刘再说什么，他直接将人推了下去，随后对一直跟着他的王姐警告，让他赶紧滚远点，不要再跟着自己，不然就将他也从这里扔下去。可王姐毫不畏惧，一心就想弥补自己的过错。虽然小帅放出狠话要弄死王姐，但他却没有对王姐动手，这就意味着小帅正在逐渐相信自己。随后小帅下楼查看，发现老刘这种程度的伤根本没有达到保险公司赔付标准，于是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垫在老刘腿下，然后就是狠狠一脚，确定老刘腿已经断了。小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饱受折磨的老刘传来一声声咒骂，污言秽语简直不堪入耳。王姐忍无可忍，再次在老刘腿上补了一脚，并警告他不许咒骂自己儿子。完成自己工作，小帅就打算回家，看到依然紧跟不舍的王姐，他再次发出呵斥，试图将其赶走。哪知王姐丝毫不受影响，自顾自地询问他一会想吃什么。돼지? 장어?
오래? 내가 사갈게. 내가 알아서 해. 王姐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状态，让小帅十分无奈。没一会，王姐就敲响了房门，并送上一条鲜活的鳝鱼。这次小帅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接受。王姐看出了小帅的纠结，知道自己要换套路了。她直接松手，任由鳝鱼摔落在地，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这可把小帅整得一愣一愣的，看着鳝鱼身上留下的电话号码，小帅内心防线正在悄然崩塌。那条鳝鱼他既没有吃也没舍得扔，而是养在了鱼缸里。从那以后，他就会时不时地盯着鳝鱼深思。王姐的身影在他脑海中再也挥之不去了。随后他再次朝窗外望去，可令他失望的是，他再也没看到过王姐的身影。之后他变得整天焦躁不安，好像弄丢了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为了缓解心中焦虑，他甚至还因此喝上了酒，但依旧无济于事。最终他趁着酒劲拨打了王姐的电话，并将她约到了家中。他已经被折磨得痛苦不已，愤怒地让王姐拿出证据，证明她就是自己母亲。 엄마라는 증거를 대라고. 내 몸에 큰 점이 하나 있어. 어디야? 진짜 엄마만 알 거 아니야. 可王姐却说那时候她年纪太小，生下他后十分惶恐，来不及仔细看就逃走了。不知小帅是否是真的信了。他从画像上抽出刀子，便径直走进了卫生间。很快，小帅带着一样东西来到了王姐的面前。 엄마라면 이걸 먹어. 王姐深深地看了小帅一眼，然后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直到看到小帅腿上流淌的鲜血，他才明白了一切。他强忍着不适咽了下去，然后一把抱住小帅，试探着询问他是否接受了自己。不成想却被小帅一把甩开。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小帅将王姐死死按住。此时他早已失去理智，好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他恨妈妈生下他却不能负责，让自己孤独痛苦地活在世上。面对疯狂的小帅，王姐彻底被吓住，他不断地痛哭着，这才让小帅渐渐冷静下来。看着王姐躺在地上那副可怜的模样，他丝毫没有报复的快感，反而默默地回到床上，不再说一句话。这时王姐也意识到，既然自己没有被赶出去，那就说明小帅已经从内心已经接受了自己，而他想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就是要用最残忍的杀人诛心来报复小帅，因为自己残疾的儿子仅仅是因为借了3000块钱周转店铺，结果由于没有仔细查看借款协议，导致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金加上利息就翻了整整10倍。当他意识到了这笔贷款永远都还不完，自己的双腿本就残疾，如果再被小帅废掉一只胳膊，以后的艰难日子根本无法想象。为了不拖累妈妈，毅然决然地选择结束此生。看到锈迹斑斑的铁钩上丝丝缕缕的头发，作为母亲，她心如死灰。她将儿子放在一个巨大的冰柜里，如今她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找到逼死儿子的人，进行属于她的诛心报复。很快，她找上了仇人小帅，她坚称自己是小帅的母亲，对他百般照料，给他准备丰盛的早餐。小帅慢慢卸下心防，在出门前顺手撕掉了那张他曾经深恶痛绝的母亲画像。小帅是专业药账人，凭借心狠手辣的药账方式从未失手。他完成今天订单回家时，路过一家女装店，还特意给刚认的母亲王姐挑选了一件衣服，没有过多言语，便将衣服放在地上。王姐主动穿上衣服，拿出准备好的饭菜，她全程没有说话，只是自顾自地织着毛衣。小帅一改往日的冷漠，询问起王姐之前的经历，问她之前怎么生活，有没有结婚，甚至还问自己有没有弟弟妹妹。说到这里，王姐再也忍不住，眼泪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小帅只以为母亲是感动自己的关心，根本没有多想。之后二人一起去吃了大餐，吃到妈妈亲手喂来的食物，小帅第一次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两人一起逛街，享受着这久违的亲情。他玩着小孩子的游戏，发出了欢愉的笑声。就在这时，被沿街乞讨的老刘看到，因为小帅他瘸了腿，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于是没过几天，老刘就趁机挟持了王姐。见母亲遭人劫持，小帅想也没想，直接跪在了地上。他恳求对方放过母亲，可老刘却越发癫狂，直接踢过去一桶汽油，让男人淋在身上。为了母亲，小帅只好乖乖照做。眼看自己的诛心计划就要被毁，王姐不顾自身安危，一口就咬住老刘的手腕。趁着对方吃痛的时机，小帅急忙摸到旁边匕首，直接命中老刘的胸膛，救下了女人。随后他刚想追上去将其灭口，却被王姐死死拦住。而小帅就像是个小孩子一般，对王姐的话无条件服从。为了避免仇人再次上门报复，小帅决定金盆洗手，辞去要账的工作。习惯了母亲的陪伴，小帅时常担心母亲会突然离开。由于小帅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更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看到王姐马上编织好的毛衣，很是激动。可当他拿到身上比划时，却发现尺码有点小。他刚想询问，就被王姐一把抢了回去。见母亲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沉浸在母爱当中的小帅没敢多问，乖乖出门去买蛋糕。而王姐则是趁此时机回到了亲生儿子死去的地方。她先是打开了冰柜，给死去的儿子
换上了那件亲手编织的毛衣，这是王姐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随后她放声大哭，宣泄着内心的不甘和恨意。等小帅提着蛋糕回到家，却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他焦急地四处查看，生怕王姐是又遭到了仇人绑架。他甚至以为是老板找人下的手，于是他急匆匆地找了过去，谁知就被老板一脚狠狠地踹翻在地。他看到小帅就很是恼火，自己精心培养出来的人，说不干就不干了。可最终他还是告诉小帅，他根本没见过他所谓的母亲。就当他赶回家排查欠债人的时候，这时门口传来了动静，看到王姐平安无事，小帅这才算松了一口气。面对小帅的滔天怒火，王姐只用了一个拥抱，就轻松安抚住了小帅。随后他点燃蜡烛，装模作样的给小帅唱起了生日歌，随后又提出一个请求，让小帅帮自己种一棵树，如果自己死了就把他埋在下面。小帅精心照顾着小树，每天都会定时去浇水。意识到复仇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便趁着小帅去浇水的时候，给小帅打去电话，一边疯狂地喊着救命，一边使劲打砸着家里的东西，制造出有人闯入的假象。最后在一声漫长的尖叫声中结束了自己的表演。小帅听到这些，瞬间陷入恐慌，意识到母亲遭到了绑架，他心急如焚地赶回家。屋内的狼藉更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想，之前为了收债他不择手段，祸害了不少人，如今一定是对方寻仇。随后他便找出那本要账笔记，一家一家的找了过去。对方见到他仿佛看见了死神，直接被吓尿了裤子。等他找到下一家，就只看到了对方的母亲。当时老刘受伤后没钱医治，最终死在了家里。男人沿着他作恶的轨迹一路寻找回去，每到一处，内心就会经受一次谴责。他找到被绞断胳膊的男人，死死掐住对方脖子，让他交出母亲。男人妻子恨透了小帅，摔了酒瓶就要与他拼命。엄마는 없다는 너 같은 새끼. 찍어 죽이고 싶어. 妻子的愤怒让他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人，他没有多说什么，默默甩下一把钱转身离去。等他找到最后一个人，却只看到了轮椅，他几乎连这人是谁都想不起来。于是拿起旁边的日记本查看，男孩只借了3000块，可利息一天就翻了10倍不止。他知道自己无力偿还，最终自我了断，结束了一切。小帅疲惫地靠在轮椅上，这时王姐出现在小帅的面前，原来死去的男孩正是王姐的儿子。如今他切身体会到了即将失去亲人的滋味，才终于感受到那些欠债人的亲人在被他残害后有多么绝望。他再也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不久后，王姐带着那把大锁找到罪魁祸首老板那里。王姐不等对方反应，不由分说上去就是几记耳光，然后拨通男人电话。趁着老板还手之际，他马上就大喊大叫起来，让小帅听着自己被打。小帅听到母亲因为自己遭受折磨，悲痛万分。可等挂完电话，王姐捡起作坊的门锁，在脸上划过一抹邪笑，再次敲响了老板房门。解决完一切，他给小帅发了张烂尾楼的照片，随后他就爬上了最顶层等待。见男人慌张的赶来，王姐对小帅动了恻隐之心，但这并不能抵消丧子之痛。随即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表演，他对着空气求饶，假装楼上有人在威胁自己。小帅见状，马上就跪下磕头，求对方放过母亲。他情深意切，趴在地上不住磕头。王姐高高在上看着眼前一切，眼神中满是冷漠。她要用自己的生命惩罚小帅罪恶的灵魂。她帮小帅找回良心，然后再杀人诛心。随着他一跃而下，小帅彻底崩溃，他歇斯底里的大声咆哮，声嘶力竭地呼唤着这稍纵即逝的亲情，愤怒中夹杂着不甘。小帅按照王姐的要求，将他埋在了这棵小树下面。可当他挖开土壤，却看到了那件毛衣，母亲新织的毛衣正穿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他瞬间明白了一切，但他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将毛衣套在了自己身上，紧紧搂着母亲的胳膊，依偎在妈妈怀里。在给那棵松树浇了最后一次水后，他拿着铁链找到那对夫妻。因为妻子当时说过想把他绑在车上拖行，可当他看到夫妻二人和睦的样子，却又不忍心打扰，于是他选择亲自动手，用那根铁链将自己绑在了车底。汽车缓缓启动，拖着小帅一路前行，在凌晨的大街上留下了一抹鲜红的印记。王姐通过诛心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但同时也在小帅内心埋下了爱的种子。小帅尽管失去了所谓的母亲，又回到了孤独一个人的世界，可是他的人性和共情能力觉醒了，他不再是一头残暴的野兽，以一个人的身份离开了这个世界，得到了解脱。